如果说小智的故事是从睡过头开始，那么皮神的故事应该就要从这里说起了。真心镇长盘森林，一只可爱的皮丘正在快乐地玩耍着，无忧无虑的他还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。一只阿百蛇从洞里向他扑面而来，皮丘下意识地使用电器击退了他，而自己也因为熟练度不够，脑瓜子被电得嗡嗡响。起来后的皮丘环顾四周，不仅有激情四射，还有一地狗粮，唯独只有皮丘自己孤独地生活着。就当皮丘感悟人生的时候，3只瓦斯弹又来秀了一波操作，皮丘失足坠落悬崖。从此刻开始，皮神与阿伯蛇和瓦斯弹就算正式结下了梁子。不得不说，火箭队的初始宝可梦选的太拉胯了。就当皮丘快要落地的危急时刻，一只代兽出手救下了皮丘。后来好心的代兽发现皮丘孤单一人，所以将他也带在身边。从此皮丘和代兽生活在了一起。另一边，大木博士的夏令营开营，我们的主角小智则是因为睡过头，完美的错过了出发时间。森林里，大木博士给夏令营的小朋友们介绍着各种宝可梦知识。此时2位擅自离队的少年意外的遇到了一场宝可梦对决，梦幻对战尼多王。面对能够复制自己技能的梦幻，尼多王一点办法没有，最后一脸懵逼的被梦幻的大字报击倒。面对如此强力的宝可梦，少年说出了那句惊世之语：未来就在我的手中。这也可以被称为一切罪恶的开始。另一边，虽然皮丘和代兽生活得很开心，但是随着他们体重的渐渐增加，代兽妈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不忍心的皮丘明白是时候离开了。一天夜里，皮丘悄悄地离开了山洞，离别前的最后遗忘，满眼都是和代兽母子度过的快乐时光。情到深处，一滴泪水划过脸颊，下一秒耀眼的光芒照亮黑夜，满清密度的皮丘进化成了皮卡丘。世界第一 IP 的牌面皮神正式登场。一次别离总是伴随着另一次的邂逅。几年后，10岁的小智虽然又睡过了头，但总算获得了他的第一只宝可梦。智的故事和皮的故事在此相融，智皮的故事仍在继续。多看动漫，多看动漫，下期见。